以前提到北京的空气，人人想到的是遮天盖地的雾霾，至少你还能戴上口罩稍作躲避。然而现在，北京的政治空气却变成了无处不在的沙尘暴。1月26日这天，中共军方喉舌《解放军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杀气腾腾的文章，标题就叫永远吹响冲锋号。而这一通冲锋号带起的刀锋，对准的却不是什么外部敌人，而是自家院子里的将军们。文章里有一句话，读的人不寒而栗：身份没有豁免权，过去的功劳不是于免罪金牌里或实抵罪券。这话是说给谁听的？谁拥有能免罪的特殊身份？谁又立下过足以抵罪的大功？答案昭然若揭。这声冲锋号针对的正是中南海内部正在进行的一场军事政变式的大清洗。就在最近几天，如果你开车试图进入北京，恐怕会以为自己闯进了某部战争片的现实场景。多位司机反映，1月24日当天，京哈、京沪、京藏等多条进京高速公路的电子显示屏突然闪烁出红色大字，所有车辆尽快驶离高速，严禁进京。更诡异的是，你若想打开导航绕路，会发现某些路段的路况信息干脆凭空消失，测速提示不见了，导航地图上一片空白。同一时间，北京周边的无线信号遭到大范围屏蔽，通讯陷入静默期。与此同时，一辆接一辆蒙着帆布篷布的军用卡车沿着封闭的高速公路源源不断驶向北京，整个气氛说不出的诡秘。1月26日是老北京俗称的腊八，农历12月初8，过了腊八就等于拉开过年倒计时的序幕。按传统说法，过了腊八就是年，家家户户从这天起该忙着准备年货，迎接新年。然而今年的腊八倒真应验了另一句老话，送信儿的腊八粥，意思是一到腊八，人们就该收到信儿了，欠债还钱，算账的日子要到了。巧得很，就在腊八这天，北京城里处处透出一股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息。26日这天，在北京长安街上执勤的已经不再是普通交警，而是军队、公安、武警、特勤4股武装力量组成的联合巡逻队。天安门广场周边，用老百姓的话说，简直是5步1哨，10步1岗，草木皆兵。有张据称拍摄于当日天安门广场的照片在网上流传，画面中安保人员秘密散步，而广场巨幅屏幕上打着守护盛世安宁几个字，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因为你在街上哪怕多停留片刻，或者掏出手机拍照，立刻就会有无数双警惕的眼睛同时盯上你。这等级别的盛世安宁和1989年6·4事件后北京城里强行维持的安宁有得一拼。不止北京市区风声鹤唳，中国各大战区部队所在地和军属大院也都开始实施人员管控，非紧急情况一律不得外出。有消息说，南部战区一位正师级军官的妻子早就定好要出国旅游，车开到院门口却被卫兵拦下，夫妻俩当场跟人理论，大吵一通。最后这位军嫂还是被强行请回家中。如今种种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看似为了维持安宁，实则透出肃杀之气。这背后预示着中南海不仅出了大家心知肚明的特大事件，而且这件大事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可能还有我们未知的其他风暴正在酝酿。这次北京陷入戒备状态的消息不仅在国内民间疯传，国际上也引发强烈震荡。美国情报界的重量级人物，前国安顾问麦克弗林将军直接在社交媒体发文惊呼，中国境内正在发生政变。这位将军可是情报出身的退役中将，他不光发帖，还直接点名劝诫道：习总书记，请做好准备，因为中国内部的动荡不会有好的结局。与此同时，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也补上一句，如果中国排名第1的现役将领指张又侠和另外10几名将军都被拿下了，那我们得问，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现在还有谁真正掌控？这话可谓一针见血。如果军队正常的指挥链条已被斩得七零八落，那这支拥有核武器的庞大武装力量现在到底听从谁的号令？这个问题让全世界都为之心惊。许多人不解，张又侠的父亲张宗逊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是陕西老乡，
早在1940年代西北野战军时，就是一个司令员一个政委的亲密搭档。张幼霞和习近平更是幼儿园就一起玩的发小，两家世交关系非同一般。后来张幼霞一直被视作西家军的嫡系大将，深得习的信任器重，习近平怎么会突然对他翻脸无情？你可别跟我说什么反腐啊贪污啊，中共体制内的高官有几个是不贪不腐的，表面的贪腐问题掩盖不了真正的权力博弈。那么这次西张决裂幕后到底有哪些缘由呢？消息人士透露的版本是，这场冲突的核心绕不开接班人3个字。据传，习近平打算效仿北韩的金氏王朝，让最高权力走上家族世袭之路。这个风声一出来，在中共军队内部，特别是那些红二代的太子党圈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弹。身为军中老资格大佬的张幼霞，被认为是反对西搞红色王朝的最强硬人物。的确，张幼霞在军中人脉极广，代表着传统陆军野战部队的利益和声音。他一路力挺习近平，本以为是共同奋斗的革命战友，结果发现自己拥护的这位领袖竟打算把国家带入家天下，传位给自己的血脉子嗣，这让张幼霞无法接受。据传，大约在1个多月前，张幼霞曾当面顶撞习近平，语气之激烈，让在场者倒吸一口冷气。这次当众冲突被认为是张幼霞突然被拿下的直接导火索。而1月25日海外爆出的张幼霞卖国泄露核机密惊天消息，很可能是这场中南海内部生死搏斗中的又一颗重磅炸弹。先来说说那场据称震撼人心的当面对质。有独立评论人士蔡胜坤透露，1个多月前，张幼霞曾和习近平发生过一次撕破脸皮的直接冲突。当时张幼霞毫不留情地质问习近平，我们现在搞不清楚你要把这个国家带到哪里去，这么多年你折腾下来，军队元气大伤，军心涣散，你难道就没有一点羞耻吗？张幼霞直言，在习的领导下，军队形象遭到严重破坏，军人得不到社会尊重，失去基本尊严，这样的自我毁坏是中共建党建军以来前所未闻的。争吵的最后，张幼霞甚至放出了一句狠话，我今天要是不让你走，算不算政变？这话一出，可谓石破天惊。如果上述内幕属实，那么彼时习张之间已经闹到撕破脸皮的地步，双方到了你死我活、争夺主导权的关头，难怪习近平会急不可耐地先发制人，火速拿下张幼霞以及他身边所有相关的人马。果然，在张幼霞被捕之前，就有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抢先动手了。现在坊间甚至传出一个未遂政变的剧本，说的是张幼霞其实原本打算对习近平先下手。据民运人士盛雪爆料，他有体制内朋友透露，张幼霞和联参谋长刘振立其实策划了在1月18日夜间对习近平实施抓捕的行动。当时习近平正打算夜宿北京西郊的京西宾馆，这些年习为了防范暗杀政变，可谓居无定所，每隔几天就换个地方住，极少在同一地点连住2晚。张幼霞和刘振立认为，在京西宾馆下手是个好机会，他们计划了一场夜袭捉拿行动。然而，就在行动开始前大约2个小时，计划突然泄密了。有人暗中向习近平通风报信，习近平获悉后，立刻悄然撤离京西宾馆，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迅速调集亲信部队布下埋伏。由于情报暴露，习这边等于反将一军，将计就计设下圈套，而张幼霞一方还蒙在鼓里，按照原计划继续行动。他们派出的先头人马抵达京西宾馆时，迎面撞上了早已布防等候的习近平警卫力量。就这样，双方便在京西宾馆爆发了武装对峙与枪战。黑夜里枪声响起，子弹横飞，据传双方人员都有死伤。习近平本人则早已安全转移，随即下达了雷霆反击的命令。在最短时间内，张幼霞和刘振立便被抓捕到案，同时他们的家属也一网打尽。习一开始就把张刘两家的老人子女统统控制起来，以断绝对方鱼死网破的念头。这场京西枪声虽然只是一种传闻版本，但后续的一切官方动作和现实迹象似乎与它环环相扣。如果说张幼霞他们真的策划了这场未遂的抓捕行动，那么习近平可谓险而又险地避过一劫，并抢先还以颜色，将对手一网打尽。
据说这次惊险斗法把习近平吓得不轻。X 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得知险些被捉后，不仅自己焦虑至极，他远在深圳的老母亲齐欣和姐姐齐乔乔听闻此事也吓坏了。习家立刻加强了对他们所在深圳下榻宾馆的安保措施，整个宾馆对外武装戒严，层层守卫。至于张幼霞为何铤而走险造反， X 先生的分析是，张幼霞应该是被逼的。习近平这些年在军中不停清洗，搞得人心惶惶，已经不可能再有人死心塌地跟他合作了。张幼霞可能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孤注一掷，先下手为强。换句话说，习的连番整肃把所有人都逼上了梁山，张幼霞是被一步步推到造反绝路上的。无论上述传言细节是否完全属实，有一点可以肯定，习近平是在极度不信任和恐惧的氛围中决意把张幼霞拿下的。据另一独家消息汇总，张幼霞实际被捕是在1月19日深夜，地点就在北京的中央军委大楼内。那晚，原本戒备森严的军委大院出人意料地被打开了方便之门，由内部人员配合执行了一场精心策划的突袭抓捕行动。指挥这场午夜闪电战的是习近平的两大亲信，中办主任蔡奇、政治局常委、大内总管和公安部长王小洪，习的贴身锦衣卫头领。他们亲自在军委大楼附近坐镇，调动公安部第9局，也就是中央警卫局的特勤精锐部队执行任务。最戏剧性的是传说中军委大楼的内应，据说正是现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张生民上将从内部为抓捕小组打开了一道隐蔽侧门，让突击队长驱直入。张生民何许人也？此人本被外界视为张幼霞一手提拔上来的亲信之一，如今却充当了出卖恩主的带路党。如果这是真的，那张生民上演的可就是现代版投名状，为表忠效命，不惜背叛昔日恩公。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张生民本来就是习近平安插在军委内部的卧底监军，一直隐忍等待时机发挥作用。据传张幼霞在被当场逮捕时，虽然极度震惊，但仍保持了军人特有的克制风度。这位当年中越边境战争老山前线上真枪实弹浴血过的职业将领，最后让他栽跟头的不是敌人的炮火子弹，而是身边人放的金蝉脱壳计和背后射来的政治冷箭。当晚张幼霞本人连同其夫人以及儿子张成一起被带走，据说张幼霞之子在陆军研究院的办公室也同步被查抄，连一张纸片都没留下。网上还曝光了一张1月21日晚间的现场照片，据称是张幼霞北京住宅门口，哪怕张家人那时早已被抓走，门外依然有便衣人员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靠近。如此灭门式的抓捕行动，向外界传递出一个恐怖信号：习近平已经杀红了眼，一旦出手绝不留下后路。1月24日下午，中共官方高调宣布，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连参谋长刘振立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这相当于官宣他们倒台落马。短短几句通报，犹如在政坛投下一颗震撼弹。要知道，张幼霞身居中共军中第2号实权人物，又是习家军自己人。此前虽有风言风语，很多人仍抱着怀疑态度，但现在网络上流传多日的所谓谣言，竟变成了遥遥领先的预言。更令人瞠目的是，就在官宣的当夜，党媒竟打破惯例，连夜动作中，共军报火速发表社论，措辞之激烈前所未见，对张、刘二人进行了不点名的痛斥。军报社论中指责张幼霞、刘振立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严重影响军委班子形象威信，对军队政治建军、政治生态和战斗力建设造成极大破坏，造成极为恶劣影响等等，一连串5个严重，每一句都像是在罗列他们的滔天大罪。细读这些词句，几乎已经坐实了政变指控，特别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一条，翻译成白话就是严重破坏习主席对军队的绝对掌控。几乎每当中共牵扯到军委副主席级别的高官案子时，
官方定性都少不了这句。可以说，这是中共特有的暗语，代表这些将领对西的军权不忠，甚至图谋不轨。军报社论的异常强硬，让许多观察家大感意外。时事评论员李林依就分析，这种措辞前所未有的严厉，几乎是在印证外界传闻，张又侠和刘振立很可能联手发动了一场未遂政变。在他看来，习近平此刻的大动作更像是对之前一系列挑战的反扑，也就是对可能发生过的某种准政变的强势回击。同样，在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中，中国问题专家恒河指出，习近平现在的行动应被视为一次自保反击，此前他的权力也许一度受到了侵蚀和威胁。与此同时，就在1月25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突然抛出一篇轰动性的报道，文章引述所谓了解中南海高层内幕的人士称，张又侠之所以被调查，是因为他向美国出卖了中共的核武器机密。文章甚至透露，相关线索部分来自中国核工业集团前总经理顾军，此人日前刚被官方宣布调查。根据那篇报道的叙述，顾军落马后供出了张又侠的问题，但许多分析人士对此说法抱怀疑态度。张又侠这种级别的大佬，要钱有钱，要权有权，他有什么动机冒着卖国的巨大风险去出卖核机密呢？曾任产经新闻驻北京记者的石坂明夫就表示， WSJ 这篇报道从形成过程看，更像是一次典型的出口转内销，极可能是中共主动向外媒放料，把故事先传到国外，再拿回国内做宣传。石坂明夫还举了一个他的亲身经历，当年周永康案发前夕，他就亲眼见识过类似场景，有官方背景的人士主动联络外国记者，约在咖啡馆或饭店大厅，低声讲述周永康集团种种贪腐内幕，语气诚恳，细节精准，唯一目的就是让这些猛料先经由外媒刊出，再在国内舆论场回响，为打倒周永康的行动增添一层合理性和民意基础。透过外国媒体放风包装叙事，是中共惯用的操控舆论手段。重点从来不在于这篇外媒报道内容是真是假，而在于它是否服务了某种政治需要。由此可见，只有给张又侠戴上叛国的帽子，才能迅速瓦解军中对他的同情，让广大基层官兵相信，抓捕这位战功赫赫的军队首脑，并非高层内斗的权力黑箱操作，而是因为他背叛国家，罪无可恕。这其实是一场典型的舆论战，目的就在于给即将展开的大清洗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这手法和当年整肃彭德怀时污蔑他里通外国、苏联如出一辙。耐人寻味的是，当年毛泽东要打倒彭德怀时，张又侠的父亲张宗逊还是极少数持反对意见的将领之一。而如今历史重演，习近平也只能祭出卖国的大罪名，才能在军中师出有名，彻底压服张又侠在官兵中残存的威望。说到这里，咱们不妨插入一段小插曲来缓和一下紧张气氛。标题中提到的美官员透露其在美玩枪，说的是张又侠多年前在美国访问时的一段趣事。2012年，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张又侠随同国防部长梁光烈出访美国，当时美中关系正趋向缓和，两军高层也有比较深入的交流。一位名叫汤普森的美方人士，曾任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负责人，接待了张又侠一行，并拍摄了一些照片。据汤普森回忆，张又侠这个人作风豪爽，谈吐间能很快抓住美方表达内容的关键，而且他给人的突出感受是，张又侠和当时许多中共将领很不一样，他非常活跃健谈，乐于和美军军官深入交流。汤普森特别提到，当时他安排张又侠等人参观美国陆军步兵的核心训练基地乔治亚州的本宁堡 Fort Benning。 美军原本只准备了各种制式武器的静态展示供中方观看，可谁料张又侠兴致极高，迫不及待要求试射。当看到现场摆放的一挺美军 M240 通用机枪时，张又侠眼睛一亮，兴冲冲地亲自上前趴跪驾驶，抱起枪就试射了几个点射。试射过程中，他还接连向美军官兵询问了几个技战术方面的关键问题，整个人兴奋投入的样子，让习惯了中共将领严肃刻板作风的汤普森印象深刻。
可以说，张幼霞当年在美军训练场上玩枪上瘾的场景，至今被当作一段佳话。这也从侧面印证，张幼霞骨子里是个爱枪好武的职业军人，对新式武器装备充满好奇心。他并非什么阴险的潜伏间谍，而更像是一名豪爽直率、愿意与美军切磋交流的将领。然而，再豪爽的老兵也抵不过残酷的权力清洗。随着张幼霞和刘振立相继倒台，整个中央军委如今几乎变成了一具空壳。除习近平之外，只剩下一名所谓军委委员张生民。可张生民是什么角色？前面说过，他既没有基层部队摸爬滚打的历练，也没有上过战场，压根不受官兵敬重。说白了，他更像是习近平安插在军队里的监军，是一个带有东厂性质的卧底。张生民的职责就是盯紧每一个军人，必要的时候负责捞人、抓人。在广大将士眼中，这种靠特务手段起家的将军毫无威信，只是替皇上监视自己人的眼线而已。正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当一个统治者不得不依靠类似特务机构和恐惧来驾驭军队时，就意味着他已经失去了军队内部真正的信服力。其实依我看，习近平这次拿下张幼霞，很可能捅了马蜂窝。在中共体制下，一旦有人被正式拿下，通常这辈子就完了，除非整你的人翻车或死翘翘，否则你绝无翻身可能。然而这次情况出现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异象。以往不管哪个将领落马，消息公布后第二天开始，各战区和各军兵种的高级将领们都会纷纷表态，对党中央的英明决策表示拥护支持，这已是固定戏码，所谓排队表忠。可这一次，中共1月24日官宣了张幼霞和刘振立的5大严重罪行，结果过了2天，居然没有看到任何一名现任将领出来表态，如此鸦雀无声，着实不同寻常。别小看这片沉默，它包含着重大意义。其一，整个军队从上到下对此事极度不满，怨气充斥各个层级。光有怨气倒还罢了，真正可怕的是其二，军中恐怕正在发生我们不得而知的更大变局，否则无法解释为何所有人都闭口不言，按兵不动。要知道，中共官场平时是挤破头站队的，这回却没有人抢着站出来歌功颂德，很可能意味着许多人根本不买账，甚至在静观其变。这难道不是暗潮汹涌的征兆吗？还有一个异常现象印证着军中暗流。直到1月26日，中共官方的多家网站上，张幼霞和刘振立的名字和职务仍赫然在列。就连央媒新华社官网的领导人名录中，张幼霞依然被列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刘振立也还挂着军委委员的头衔。按理说，既然已经宣布他俩落马，官网这些信息应该火速删改，可这次居然忘了更改，此举耐人寻味，是技术失误还是刻意保留？总之给人的感觉是，连中共系统内部对这次拿下张刘都反应迟钝，仿佛存在某种犹豫与矛盾。不少人担忧，军队这么乱下去，中共会不会铤而走险，为转移国内矛盾，挑起台海战争？毕竟历史上，独裁者遇到执政危机时，常常会对外生事，企图以战争求转机。然而就目前看，短期内中共根本不具备开战能力，军队内部人人自危，通信受控，指挥链断裂，在这种状态下打仗无异于自杀。习近平眼下能做的，只可能是先稳住内部，严防军队发生哗变。但长远看，台海风险却可能反而上升，因为当军中人人自危，容错率降到0，当那些真正懂军事、明白战争凶险的职业将领被清洗殆尽，换上来的全是只懂效忠的应声虫，那么未来发动战争的误判概率势必大增。一群平庸但狂热的马前卒只会唯上是从，不敢进谏纠错，他们很可能对战争风险估计不足，一拍脑门就把国家推向战火。另外，当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大到无法承受时，对外冒险也许会成为中共最后的救命稻草。到那时，一场对台湾的赌博式军事冒进行动，很可能被绝望中的中南海当作掷向赌桌的筹码。如果这次张幼霞事件不出意外的平息了，习近平稳住阵脚，重掌全局，那么接下来会怎样？首先，
他多半要对军队进行更大范围的洗牌和清洗。既然连身为红二代，而且上过战场立过大功的张幼霞都没有豁免权，那么接下来各战区级别的将领恐怕要迎来大换血了。习近平必定趁势彻底清除张幼霞在军中的势力和影响。一方面，他将提拔更听话的新人补位；另一方面，他可能干脆废除现行军委集体负责制的残余形式，把整个军队完全变成他一人说了算的私家军。然而，当一支军队维系忠诚的唯一方式变成靠恐惧和压制时，他随时可能在某个突发事件中土崩瓦解，并成为中共政权彻底崩溃的开端。现在就有不少人拿历史作比，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位17年，更换了14位兵部尚书，掌管军权的大臣，杀功臣如割草，最后落得国破身亡，自己在北京景山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的悲剧结局。而习近平执政10余年以来，大批将帅接连落马，砍掉的军中高级将领何止100人，仅在过去1年内就至少有13名上将被拿下，其中包括2位兵部尚书级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张幼霞。习近平的斩将成绩可谓直追崇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难道说习近平真是崇祯转世，无可避免的要走上一条铲除功臣、自掘坟墓的不归路吗？值得注意的是，被习近平斩落马下的这些将军，几乎涵盖了中共军队的每一条神经，从政治工作系统到作战指挥系统，从陆军、海军到火箭军，甚至包括肩负内部维稳任务的武警部队，都有大批高层在反腐名义下被连窝端。可以说，20届一中全会才确定的军委班子，现在几乎被推倒重来。时至今日，整个中央军委除了习近平本人，居然只剩下一个备受猜忌的张生民。如此军政格局，在世界军事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观。总而言之，中国当前的局势已步入一个黑天鹅频飞、惊涛骇浪的深水区。这不再是简单的派系倾轧，而是整个最高权力体系发生的根本性震荡。任何以为自己只是看客的中国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刻卷入这历史的大戏之中，而那些一直高高在上的所谓主角们，也可能转瞬之间沦为历史的看客，甚至沦为戏散人空后被撕碎丢弃的戏票。一场真实版的权力的游戏残酷终章正在北京上演，其血腥和戏剧性程度前所未有。未来事态将如何发展？是习近平彻底坐稳皇位，还是军中反扑暗潮汹涌，局势突然逆转？这一切都充满变数，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这出惊心动魄的戏码如何收场。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结果如何，台海与整个世界都将感受到这场中南海权斗余波的冲击。历史正在我们眼前加速书写，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转折点。